大家好，今天是1月1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本周美股好像过山车，周一冲高10日新后就一路单边下跌。昨天非农数据大好，继续加剧美股的短线抛售。这种不理性的下跌中，会不会有一些抄底的机会呢？阿哲的观点是，下周会有小反弹，是否参与看个人。想要把握大行情，还需要多加等待。本期视频是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第129期。本期视频的风格可能会有所变化，因为阿哲的喉咙发炎严重，所以就用打草稿、念文案的方式来进行视频录制，会表达的比平时更简单和精炼一些。这有好有坏。如果下次视频是机器人播报，那么也不用太过意外，那可能是喉咙病情更加严重了。最近这2次单边下跌有很明显的相似性，是不是都属于阴阳交错，并且都出现了2次的反手阴线？所谓防守阴线，就是一根阳线和一根阴线的组合，阴线高点低于阳线高点，阴线收盘同时也低于阳线最低，同样也出现了3阴星值。如果你是新同学，你应该是听不明白阿哲刚才说的内容，因为这是阿哲观察市场的一种方式。上期视频中就通过这种方式提醒了市场的短期风险。如果你可以认真的翻看阿哲前期的视频，并且未来持续关注，那么阿哲相信你很快也可以掌握这些方法，并且用在你的交易分析中。今天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来讲解本周的行情周复盘内容。第一部分是趋势结构分析，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日线图表的趋势线分析。上期视频中阿哲画了一根下降趋势线，当时还不能完全确认有效，目前已经可以了。在触及这个趋势线压力后，市场的反应比较大，出现了大阴下跌。那现在我们把底下的2个低点连线，基本也就形成了一个下降的楔形。在多空双方不出现压倒性胜利前，美股市场将震荡下行，而当前价格在下轨出现，所以短线可以先看个反弹。当然目前没有出现上涨的阳线，目前只是空间到了，价格还没有表现反应，所以不要着急去做多。再看到上期视频中阿哲讲到的固比川线，通过固比川线我们可以判断短线多空的实际的力度。图表中的 K 线在它之上和之下有标记了一些文字，上说明双线金叉，下说明双线死叉。其实在纳指本轮上涨中，很多次的死叉都是低点附近，这意味多头很强势，而空头很多时候是昙花一现。但这次有点不一样，大阴线当天是死叉，而周五出现了跳空的破位，所以本次下跌的空方是比较强的，这一点要小心。从空方转强来判断，哪怕下周反弹，首次的上攻利润应该不多，风险却是不小，所以周初应该是一个小反弹。真正想要买到低点买入大行情的同学，可能要再等一等了。以上是第一部分趋势方面纳指的分析观察。听到这里，如果是老同学，可不要忘记点赞视频哦。如果时间方便，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下您宝贵的评论。而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也可以点击订阅按钮，点开所有铃铛通知，未来阿哲的所有视频和直播，您都可以及时的收到通知，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更新。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关于纳指的空间点位技术分析。这部分内容是让我们关注股价当天涨跌动能变化，在多头强势时看多，空方强势时观望。在后续个股的行情解析中，阿哲会大量用到这种技术分析。如果你是新订阅观众，在美股开盘前，你会在 Telegram 中收到阿哲的盘前解析，至少会有半个月的服务时间，是阿哲频道的一种订阅福利。现在你看到的是本周的分析，而红色虚宽处就是每天的空间点位计算，而它的上方是阿哲的一些行情观点。比如在周一，阿哲就提醒本次的低点有2次回踩的可能，短线要小心回落。如果你已经订阅阿哲，那么这些盘前提醒你要如何获得，阿哲会晚点告诉你。我们先看到昨天的点位，如果价格收盘跌破日内预测的低点，说明当天空方极强，我们要小心。如果价格收盘突破日内预测的高点，说明当天多方极强，后续机会大于风险。图表中的红灯说明跌破了预测低点，绿灯就说明突破了预测高点。最近的行情在大阴下跌后出现了红灯提醒，市场转灯跌到现在，昨天又是一次红灯，说明昨天下跌力度也是不小。
在这种连续下跌中，特别是上涨趋势的连续大跌下，我们要关注首次转绿灯的时候，看看前期的行情是不是每次大跌首次转绿灯后都或多或少有行情出现，这次也同样关注。那么图表中阿哲已经标记了周一的点位，纳指如果收盘突破 19,238.37 就会转绿灯，这个可以在周一的时候关注一下，转灯则短线多头可以选择进场。当然如果不能突破，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周二最新的点位是否能够过了。这个价格阿哲每天会在 Telegram 当中去更新，你如果是订阅观众记得关注一下。那么阿哲这里也告诉新同学怎么看到这条信息，首先要点击订阅按钮成为订阅观众，而后看到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打开置顶评论，阿哲已经把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放在置顶评论中。同时阿哲提醒下，盘前解析只是其中一个订阅福利，我们还有专属的学习群组和内部直播课程，但是学习群组不是每个同学都有机会参加，这是一个只有真正热爱技术分析、热爱学习的同学才会被邀请进入的群组。您首先要学习内部直播课程，并且完成一次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才有机会申请加入。比如下周的内部课程，我们会讲解市场的密码，针对不同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如果你学习了其中的一节课程，并且完成了一次课后作业，就有机会加入我们的学习群组。这一切的细节你可以找到助教老师后咨询一下。感谢您的订阅和老同学的点赞。现在开始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英伟达和特斯拉的技术面专题解析。先看到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在连续上涨3天后，以三阳小顶的方式出现在了 149.99 的空间价位上。阿哲上期视频提醒了风险要小心，有时候左侧距上涨卖出就是担心后续出现右侧的当天暴跌。目前英伟达下跌，而阿哲写下下方新的空间支撑 135.1 和 131.5， 当下的价格在第一个支撑上出现了略长的下影线，我们先关注这个支撑上能不能出现止跌阳线。那为什么阿哲会觉得英伟达面临变盘呢？看到资金层面，下方是 BBD 指标，主要是阿哲用来看短线资金的，在它的用法中有一个识别变盘点的技巧，下方的绿色柱它是流入资金表现，你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横线，这是一个资金流入强弱的分界，而一旦资金流入到了一定程度，出现了跨越或者上穿，就容易是上涨的高点变盘。反之，下跌红色柱资金流出，下穿横线时也是有机会出现低点变盘的。当然有时候如果低点变盘当天它的低点后续被跌破，也是一种风险，说明这里不是低点，还有下跌空间。目前的英伟达就刚刚下穿了中轴，是一种低点变盘的出现，而它的低点不要被有效再次跌破，这里才更有希望出现英伟达低点。如果这里可以出现转绿灯，效果会更好。周一英伟达的收盘大于 137.915 就会出现绿灯，也是一个短线买入博弈的机会。现在我们看到特斯拉这个6的6窗口，阿哲就不再详细去讲了，感兴趣的新同学可以去看看前期的几个行情视频。阿哲认为在下方数字6和1的区间内容易出现特斯拉中期的变盘高低点，这个规律已经延续超过半年，而这一次阿哲认为6和1中会是一个中期低点。上一期视频阿哲不太确定，现在阿哲认为大概率这里会是特斯拉中期低点。看到空间支撑，目前的特斯拉在 406.71 和 382.26 间震荡，最近的调整其实开始强于市场了。而周五的价格是长下影线的假阳，低点是377，略微跌破刺破了支撑位，出现假阳线，这里只差一个买入信号。在资金上近期是没有变盘信号的，因为最近特斯拉的资金一直在弱势区域，但我们还可以看看连续流出后的首次流入绿柱，它的低点也是一种支撑，目前也没有破位。如果周一特斯拉收盘在 397.01 之上，这会是再次的绿灯买入点。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个股的行情快报，阿哲会解析以下个股：博通、台积电、谷歌、苹果、亚马逊、MSTR。 我们先看到苹果，阿哲有很长时间没有讲苹果了，现在拿出来是因为苹果跌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支撑价位，它是前高附近的支撑，也是233重要的空间关键支撑。昨天的最低价格没有任何误差的回踩了空间支撑233，所以阿哲觉得可以重新关注下。
价格能不能转绿灯，可以看看周一的收盘能不能高过 238.505。接下来我们看到博通，博通明显走弱了，前期的下穿变盘低点只是维持了几天时间，而当时指数强势反弹，它却是出现了震荡，目前还跌破了低点变盘的 K 线支撑，所以短线还不能重新看涨，至少等它回去变盘低点之上。台积电是强于市场的，那只处于下降楔形，而它是新高后的回踩。前期多空没有分出胜负之前，每次下穿上穿都是高低点变盘，而最近一次本来应该高点变盘的 K 线却是加速上涨，说明目前台积电的多头还是挺强的，这是一次回调买入机会。如果周一收盘在 212.549 之上，就是绿灯机会。我们看到亚马逊，它是更加弱于市场的价格表现，目前的纳指虽然也是低点降低，但收盘是没有破位的，而亚马逊提前收盘破位，这里不快速收上去，短线做多先不考虑。谷歌一直处于震荡行情， BBD 变盘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下穿低点上穿高点，最近的下穿变盘后，价格在这一根阴线的区间徘徊，跌破和突破都没有成功，这里还要更加强劲的 K 线出现才行，等待价格方向的变化。最后是 MSTR， 是目前比特币概念中表现非常强势的个股，前方有上冲 K 线，而后价格出现回调，目前收盘虽然跌破了变盘 K 线的低点，但是破位的2天是10日新，所以这里还不能算是有效破位。这里的价格周一收盘突破 332.455 是一个绿灯机会。以上就是1月1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下周美股大概率反弹，大致觉得力度有待考量，在没有强势信号出现前可以保持观望。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